真香啊，真好吃。我跟你说啊，哎，你们尝尝，这东西还真好喝啊！你们以前还不吃，哎呀，好吃吧？好吃。真好吃。你给他们吃了什么迷魂药啊？哎，云豪，你这个魔方我倒是解开了，可是怎么也做不到你那么神速啊！敢问云豪，可是有什么诀窍啊？实不相瞒，我确实有口诀一道，但从未传授过他人。云豪，你放心，我必不外传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云侯不愿意说你就不要强求了，只怪我们平时学识不精，技不如人。平时啊，我们觉得云侯就是那些长安街上的那些纨绔子弟，现在一看，真是学识一流啊！哎，别，我就是一普通人。实不相瞒啊，这魔方也并非我所造，我也只是有幸见过一次而已。诸位都是饱学之士，当世之才，论学识和才智都在我之上，我实在不敢以这雕虫小技欺瞒于大家。如果大家感兴趣，吃完饭后我把技巧告诉大家便是。好。云侯如此坦诚，跟我墨家人脾气倒是相投啊。是啊，诸位肯相助我与安澜，我云也感激不尽。实在不该再对大家有所隐瞒，大家也别一个云侯一个云侯的叫我，叫我云烨、云小子都行。这大家都是安澜的长辈，自然也是我的长辈。看来你小子是真心喜欢安澜啊，要不然你不会挖空心思，用这些饭菜讨好我们。安澜，这门亲事，我们就替你答应了。沈叔，你还没喝酒呢，怎么就开始说醉话呀？哎，我可不管是不是醉话，反正我是当真了。到时候您可别赖账啊！行，不赖账。好。这个呢是换算比例的，这些纱布是用来做引子的。这个黄的呢是硫磺，这个是硝石，这个是碳石碾碎机。哦，还有这个是一套蒸馏的设备。我又没问你，你干嘛告诉我？侯爷，啊，黄叔跑了，要治吗？他怎么跑的？挖地道跑的。去看看。你们看，哟，这家伙，云烨孙儿，爷爷走也。你还笑？这不连你都骂了吗？嗯，我是他孙子，那你不就是他孙媳妇吗？不过这黄鼠倒也办了件好事啊，有了这地道，咱们复仇了之后就能从这儿逃出宫了。是啊，那照你这么说，我们没花一分一毫，黄鼠给我们挖了一条地道。啊，说的是，这么一想，还真有点对不起他呢。哥哥，你总算回来了，你又3天没着家了，你到底跑哪儿去了？我还要问你呢，这天都快黑了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还带着旺财一块儿？我带旺财去认路了。认路？是啊，我带他逛遍了整个长安城。旺财现在可厉害了，我让他飞哪儿，他就飞哪儿。那你让他飞一个。旺财已经飞了1天了，他该睡觉了。吃饭，吃饭。好，好，好，先吃饭再睡觉。他又不是鸽子，你让他飞鸽传书啊？云烨傻瓜，云烨傻瓜。就是，不信算了。旺财，我们走。不理他。云烨傻瓜，云烨傻瓜。我说叶哥啊，你在宫里头到底干什么差事啊？可好吃了3天才能回家一趟。尝尝这个。啊？你也吃啊？你们宫里头不是很多大臣吗？谢谢奶奶。他们怎么偏偏折腾你呀？我这叫能者多劳，奶奶。是啊，就你能。
你看人家隔壁张婶儿，他们家定亲呀，跟你是前后脚，孙子都快满月了，就咱们家孤儿寡母冷冷清清的，连个当家主事的男人都没有。我当家，我当家。对啊，旺财不是男的吗？让他当家。去，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没正经。夫君，我看你近日都有些消瘦了，不知道公家的饭菜合不合你的胃口啊？这别的倒是没什么，一日3餐千万不能马虎。我看叶哥最近是瘦了点儿，这宫里的伙食啊是没有家里可口。新月，我看这样，你每天给他送饭菜去，这样你们2口子也可以天天见面了。不用那么麻烦，宫中的饭菜还算可口，而且我这差事算朝廷机密，让家眷随意出进不太好。有什么不太好的？这事儿你可不能唬我。当年你爷爷也是朝廷要官，我还不是天天给他送饭菜，有时候还留宿呢。宫里的人就不过日子了。奶奶，你也别唬我，我知道你做的也是机密要事。待会儿啊，吃完饭，你就给新月写个纸条，告诉他地址。这事儿我们不告诉别人啊！别看我，这事依奶奶，否则就没有我这个奶奶了。好，好，快吃。小南吃。真厉害！我入墨家这么多年，看到的秘所有很多把，这是我头一次见到这样高深的秘所。元侯，真是才智过人呐！好了，沈叔，你就不要再夸他了。我觉得这也不难呐，不就是按下特定的机关，触发机括，打开锁芯嘛？只是上面的字符我却不太认得。没见过了吧？这个叫做阿拉伯数字，要等以后才能看出来。何为阿拉伯数字啊？我是说，只要有了这个阿拉伯数字，以后旁人休想闯进来。不错，用了这种字符，就算旁人获知秘术，也无法知道排列的顺序，依然无法解锁，实在高明。田世伯果然是一语道破玄机。你们先聊，我去看看饭菜做的怎么样了。好，行。看，过去你一向独来独往，我们还担心你自己在外面没有个依靠。现在看来啊，有这么样一个人保护你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不只有才华，还精通刨除之事，这样的郎君打着灯笼也难寻啊！什么郎不郎君的呀？你们说什么呢？哎呦，我们说他呢，你脸红什么呀？别说了，来人了。来者何人呢？我是来给元侯送饭的。给元侯送饭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饭。元侯，这位是？她是我夫人。什么？夫人？哎，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，不是让你别来的吗？奶奶让我来给你送饭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加太多，啊。那个我，真不，我跟你说呀，你怎么干活的？你能不能好好干呢？好，不是，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。等他走了之后，我跟你们解释啊。你在这儿坐着也无趣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奶奶特意叮嘱我在这儿多待一会儿，车夫就在外头，奶奶回去定要问的。云大哥，
对不起，我耽误你做事了。不要紧，只是奶奶这么一闹，倒让你挺辛苦的。我没事，就是觉得对不住你。哎，你别老跟我道歉啊，累的人是你，又不是我。云侯，你检查一下这些装好的。哎，这个千万不能着急，你慢慢放啊。你看，好不好？哎，对，好。要不你先回去吧。那好吧，那你们慢慢吃。你心情不好啊？没有啊。还说没有？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好玩这个。我跟你师叔师伯已经解释了，不要介意了。他走了。啊，走了。新月也是有苦难言。他跟程潜怎么样了？程潜偶尔到我云府来，能看一看他，但是也不怎么说话，怕人多眼杂。我确实心情不好，因为我看着每一个人都这么不容易，心里挺难受的。好了，先不要想这些了，啊，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，嘿嘿。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呀是用来查探高士廉的神器。这个？如何查探？何时查探？明日天微微亮之时，就是最佳时机。用这个啊？怎么看啊？谁啊？喵。哎，可以呀，跟我待久了，都学聪明了。少废话，快把你的利器拿出来。好。哎呦妈呀！怎么了？就是看得太清楚了。来，给我看看。啊。太仓附近好多士兵守卫啊！来，让我看看，在哪儿？哎，那儿，在那儿。就是啊，本来就是个又破又偏的院子，连个牌匾都没有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看守？高士廉被软禁的地方应该就在这儿。我可以假扮成内侍，沿路避开守卫的耳目。然后等偏殿的侍卫换岗之时混进去，伺机行动。混进去容易，难的是怎么逃出来。虽然我们有皇鼠留下的地道，但一旦事发，周围一定会立刻被包围起来，各大宫门也会封锁起来。我看你还未赶到客务院之时，怕是已经成为瓮中之鳖了。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办法倒是有，你让我先想想。我们可以用炸药啊！也对啊。你也同意我的想法是不是？当然不是。但你提起了炸药，倒是提醒了我，皇宫大内要想脱身，就得制造一场混乱。咱们那些黑疙瘩刚好派上用场。嘿，你是想说，故意引爆炸药，制造爆炸，然后趁皇宫大乱，好伺机逃跑？没错。可是，一旦发生爆炸，皇城守卫必然第一时间赶到。那我们如果在他们来之前没有逃走的话，岂不是作茧自缚？你忘了负责惩罚的人是谁了？侯伯伯。
到时候我就跟他说，太极殿火势严重，想办法把他的兵调开。等到混乱之时，你就趁虚而入，得手之后立即逃往客务院，从地道逃离皇宫。办法倒是个好办法，只是这偏殿离我们相去甚远，我们如何把炸药带到偏殿附近引爆呢？这个嘛，我自有办法。工匠们日夜兼程，第一批炸药很快就能完成。这第一批炸药数目几何？回味吧，共计100枚整。什么？你刚才不是还说日夜兼程的吗？怎么才做出了这么一点？而且不多不少，正好100个。你当这炸药是拿去给突厥老贼贺寿的吗？回味吧，我们确实是日夜不休的在改造。不信你问问大伙儿。是啊，魏王，他说的是，这云侯啊，已经让我们2天2夜没睡觉了，就天天督促我们干活。你看这孩子的脸，你看他眼圈，他还是一个孩子。沈叔，你就让我睡一会儿吧。睡。您看，我们这人力确实不够，若要大批量的改造的话，恐怕还要朝廷多派一些人力和物资啊。那要不，我再向父皇请旨，加派人手。魏王向陛下请旨，陛下一定应允。只是未免显得您，显得我们督工不力。哼，你还知道啊？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陛下安心调配人力和物力给我们。快说。依我看，我们这第一批炸药可以用于进行一次试爆演示，让陛下看到一定会龙颜大悦。到时您再向陛下请旨。陛下一定应允，也好让陛下知道您这几日督造的成果。这倒是个好主意啊！云侯果然是个聪明人，我这就去向父皇请旨，进行试爆。多谢魏王。休息一会儿吧。新月姑娘说，只要点了引线，便可以引爆。她让我嘱咐殿下，一定要小心尝试。我当是什么工程利器，原来就是个爆竹啊！殿下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什么都不用管，让李泰好好研制这工程利器，看他到时候怎么跟父皇交代。是。陈统领，如何？禀报统领，属下一直暗查太子前2日去的地方，以及东市西市的迷巷，暂时未找到小姐的下落。继续找。茶社、酒肆、青楼、妓院，一律不许放过。是。列位都是朕最信任的臣工。朕今日请诸位来，是因为有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要告诉诸位。敢问陛下，是什么振奋人心的好事？这几日魏王一直在研发一种能够突破突厥堡垒的新型火器，因为事关军机，所以朕就没有告知诸位爱卿。现在这第一批新型火器已经制造出来，朕希望诸位爱卿明天能随朕一起去看试爆演习。
且看看魏王这次督造的成果。不瞒陛下，老臣一直以为魏王只顾着在府中养伤，早就把攻打突厥之事抛之脑后。老臣真是忧心忡忡，没想到魏王一直在府中研究攻城火器，老臣真是错怪魏王了。尉迟将军和各位公卿大臣都如此忧心前线战事，我作为主帅，怎敢耽误了攻城大计？我已招揽了长安城中的能工巧匠，夜以继日地改造出了数百枚新式火器，只待父皇和各位叔伯检视。陛下，魏王如此雷厉风行，颇有您当年的风范呐。你们先不要急着夸奖他，且看明日施报的成效如何，再说也不迟啊。父皇所言甚是。大哥，明日你可千万要来替臣弟指正检视啊！那是自然，如此神兵利器，若不亲眼目睹，岂不可惜呢？诸位爱卿就先回去稍作歇息，等明天看试验的结果。微臣告退。常将军留步，朕还有事要与你商议。你说，要是我明天失败了，怎么办？能怎么办啊？大不了我就再一次痛失所爱呗。我说的不对吗？唉，杀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这个我懂。谁叫我活在这个时代呢？哎，我要是说明天这仇咱不报，你能答应吗？哎呀，也不知道是你命苦，还是我命苦啊！你别唉声叹气的了，你这不是咒我明天失手吗？你问我怎么办，我真回答不上来，因为不敢想，真的不敢想。我也不知道你要是出了事儿我会怎么办，所以我求你，一定要活着，行吗？嗯。哥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有事情耽搁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躲在家里被他发现了，他怀疑我跟踪他，把我赶了出来。你，哎，算了，连他都瞒不过去，去了也是累赘。哎呀，老天保佑啊，一切顺利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别看了，这些兵是干什么的？这些应该是派去市报地负责防卫的南亚禁军吧。侯将军，云侯，你们这是？侯将军为何在皇宫附近啊？您不是被调到城外去布防了吗？布防？云侯何出此言呢？老夫是去兵部处理公务的。那些难道不是您的南亚禁军？当然不是，老夫从未接到任何调兵的命令。哎，我是蓝田县侯云野，你们的领将是谁？是长河将军。长河？原来是长将军，老夫竟然毫不知晓此事。看来他是奉了圣上的密令。长河不是荆州刺史吗？为何让他来布防？云侯有所不知，长将军可是昔日玄武门的守将。他虽然远在荆州，可一直是圣上亲信的将领啊。哎，云侯，哎，云侯，不是啊，没事，他有东西落下。这位将军，我们还有要事要办，就先告辞了。诸位稍等，敢问诸位，
有何事出城啊？我们是奉密旨行事，实在是不便。啊，老夫糊涂了。诸位请。多谢将军。走，走走走，跟上，跟上。来来。怎么了？你还好没走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负责布防的人不是侯君集，今天不能行动了。那是谁啊？好像是陛下的一个亲信。看来父皇有所察觉了。所以你就更不能轻举妄动了。留在这里等我回来，你不能擅自行动，知道了吗？陛下，此处与皇城外的驻防皆已就位，可以进行施暴。开始吧。开始施暴。是，父皇。魏王请。出家！魏王，魏王，没事吧？父皇，请您恕罪，儿臣低估了炸药的威力，让您受惊了。来人！魏王，没事吧？儿臣无碍。魏王果然没让朕失望啊！恭喜陛下，陛下，有了此等火器，突厥必败无疑。直接他们在前线要是知道了魏王造出了此等神兵利器，那一定会军心大振呐。后生可畏啊！请阙，你做得很好。谢父皇和各位叔伯的厚赞。责令，魏王加派人马，日夜继续赶做这新型火器，可以持有朕的命令，调动朝廷内任何人力物资。儿臣遵旨。责令，蓝田县侯云烨，臣在。你负责继续督造，必须在1个月之内赶出这新型火器，运往前线支援。臣遵旨。父皇，虽然这新式火器威力无比，但极具危险性。方才若不是这位将军及时出手，魏王殿下他可能被这新式火器所波及。敢问魏王和云侯，你们如何保证在督造中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险情？陛下，小子和工匠们经过这几夜的研造，终于研制出了办法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若发生意外的话，小子愿一人承担。这太子的顾虑也并不是没有道理。这样吧，
将锻造的地方移至离皇城偏远一点的荒僻之地，一来可以比较隐蔽，二来也可以保证城里的老百姓安全无虞。父皇英明，陛下圣明。真会有这东西！哎，快点快点啊！累死了，这几天所以你都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辛苦了！云烨，吃饭去吧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有。给不给？我不能给。告辞。哎，程简，程简。听说我们要搬走了，不能再住在皇宫了。这事我弄巧成拙了。本来想给你制造机会杀了高士廉，没想到却要搬离皇宫了。搬离皇宫，想杀高士廉就没那么简单了。你可想到什么办法了吗？我是在想，高士廉这事儿，可能另有蹊跷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一直很纳闷儿，你爹好吃好喝的把高士廉养在偏殿，到底是想干嘛？那还用问吗？高士廉势力雄厚，而且又是他的七舅，他当然要包庇高士廉了。如果存心想包庇，那干嘛不找一个理由直接把他给放了？会不会你爹根本就知道高士廉不是凶手？这不可能。若不是因为他心里有鬼，为何不把令牌交出来？还有，田淑林死前写的生字，明明就是指向他。他一定是因为怕我娘霸占了他长孙皇后的位置，所以才对我娘痛下杀手。这么多理由都堆在一起，凶手除了他还会是谁呢？话是这么说，但事情的背后还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弄清楚。今天我见到长河长将军了，他是当年玄武门的守将，想必也是陛下最信赖的人。把他调回来，无非就是为了要保护高士廉。哎，你别这么武断。高士廉是不是凶手，在我这儿还未盖棺定论。你这么着急就把别人定义为别有用心，你这样会影响判断的。你为什么老是反驳我啊？这么多证据摆在你面前，你就是不相信。好，那我凭我自己的力量，我也要把这件事情查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证明给你看。哎呀，你别生气，我没有说不相信你，我只是希望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能查清楚的。如果高士廉是凶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哎，好了，你跟我生什么气啊？啊？别生气了。今日驻防之事，你与属下的将领令朕十分满意。微臣惭愧，微臣虽然已经令将士们严加布防，但今日还是惊了圣驾，还险些让魏王受伤，微臣有失职之罪。哎，你手下上百将士见到那撼天动地、惊人的场面还能纹丝不动，足以证明你军政严明。何来失职呢？朕能有你这样的军政严明的将领，能有这样的威武之师，朕心里踏实。陛下厚赞，实在令微臣汗颜。微臣唯有鞠躬尽瘁，才对得起陛下的信任。
朕本应该嘉奖你的，但眼下朕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办。等办妥了，朕再一并封赏吧。这些都是微臣分内之事，万不敢论赏，还请陛下吩咐。朕已经选好新的火器制造地了，就在京郊玉山。朕命你现在调4000精兵进京，集中1000精兵驻守玉山，严密看守，不得泄露半点军机。那另外3000兵呢？陛下准备如何去发落？另外3000精兵，就由你常将军亲自率领，于长安城郊外驻扎，随时听候差遣。但你要记住，唯有见到朕的谕令和令牌，才可发兵。末将领命。你就不问问朕，为何要你在城外秘密驻兵吗？末将执行军令，知不知道陛下的用意，都是一样的。好，你是朕最信任的将领，朕并不想瞒朕。近来有人已经将当年之事大肆宣扬，图谋不轨。你现在明白，朕为何要你秘密驻兵城外了吧？陛下是为了防宫中生变。不错，常将军，当年玄武门之事，朕将大业和自己托付于你，你并没有让朕失望。自此之后，朕视你为肱骨之臣，命你驻守荆州附属之地，休战养兵，胜似一方诸侯。朕等的，就是有朝一日，你我君臣可以再次戮力同心，保国安民。现在朕需要你和你的精锐部队，你千万不要让朕失望。臣必当为陛下之命是从，马革裹尸，肝脑涂地，不负皇恩。我想先吃一块，等你哥来了再吃。圣旨。圣上又下了什么旨意呀？圣上呢要我们去山沟里办公，下旨呢是告诉我们他新选定的地址。到山沟里呀？那不离家更远了？可不是嘛，所以以后新月就别去给我送饭了。荒郊野岭的，女孩子家的不方便。有马车接送，倒也没什么不便的。是啊，这山沟里头啊，吃穿用度的肯定不足，还是让新月去送饭吧，2天去一次。哎呀，奶奶，朝廷让我去督工，又不是让我去当苦监，而且我在那边吃好喝好的，也不用再折腾新月了。是吗？哎呀，现在老太婆了，说什么人家都不爱听，所以我呀……哎呦，奶奶，您这说什么呢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让他去，让他去，啊！去啊！去。第一呢，这是机密。第二呢，只能给你看一眼。哎，这臭孩子，这么快谁看得清啊？奶奶，我记住了。啊？看见了？来吃饭了，小南。来，小南，吃饭吧。怎么样了？来，我看看。哎呀呀，想什么呢？想什么呢？注意比例，那手擦干净啊！哟，来了。你看怎么样？一切顺利，都按原计划进行。
哎呦，都我的啊！小心！别过去，别过去！你这站的，每次都是你，怎么就这么笨呢？站好了，站好了！你看看啊，你看，幸亏你小子蠢，要不然我们都被你炸上天去了。哎，你怎么你就想给我炸上天？哎呀，好了，也不怪他，可能是皮毛引起的静电。静电？传达下去，把有皮毛的东西全部拿掉。配药之前先摸一下铁器。好，赶紧去。听到了吗？啊，皮毛撤掉啊，摸一下铁器啊。是。好。这些药粉你配了多少？这些全部都是。哎，好，就按这么配。以后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。要那么多哑弹做什么呀？哎，你别管了，我自有安排。哎呦我天！哎，安澜呢？厨房呢？元侯，我可找到你了。魏王找我有事儿，我去看过了，这炸药造的也太慢了，这样下去，生产根本满足不了需求。魏王莫急，我已经在研究改良的办法了。那云侯的研究可有结果？若是按照新配方来，新式炸药将会比普通炸药厉害1倍，而且工期会更短。哎呀，那既然如此，为何还不下令生产呢？威力大，杀伤力就更大。我还没有想好怎么给它上安全栓呢。吃饭了。